欢迎大家来到拉风文化超范脱口秀团建的录制现场，我是主持人缺德舅。特别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到来啊！那我们给我们的选手也掌声好不好？那我现在呢就想问大家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位队长，头很圆的程序员孙刘登场。大家下午好吗？感谢大家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的演出现场啊！今天是一场6进3的比赛，我们组进了3位队员。牛逼了，人都打太极。我们组进了4位队员，4个人，是不是很强？对，是。你们知道我们队为什么很强吗？因为我们队名选得好，我们队叫观众投的队。对吧？我们特别信任观众的投票，我相信今天观众一定会投出他们特别有意义的一票，然后把我们3位队员全都送进决赛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，有请第2位队长 Carl 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哪儿都有梗队的队长 Carl。今天心情非常的沉重，因为我们经过昨天的淘汰赛，我们队就4个队员只剩1个了，所以今天就只能队长自己卖力气了，好吧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淘汰他们队3个人。对的，对，他说了，他一来就说。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第3位队长47登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周末愉快。我是47都队的队长47，来自纽约拉风喜剧。我呢也是这档超放脱口秀团建的总制作人。所以，其实在我看来，不论哪个队都是最好的队。我希望今天6位选手能够表现出他们最优秀的水平，请大家支持每一个队员。谢谢大家，我是47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地请到了我们的录制嘉宾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陈一佳女士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佳啊。我今天当然不是队长呢，我就是一个来打酱油的嘉宾，同时呢也是我们现场气氛组的组长，所以一会儿的时间呢，各位和我一样啊，我们不比赛，我们用100%的热情去观看他们的比赛，看他们杀的有多么的激烈。现场限时创作，3位队长轮流上场表演，接受现场观众投票，得票最高的队长将为所在队伍争取额外的10分钟的创作时间，并决定3支队伍出场顺序。6名队员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内容创作，依次上场表演，接受现场观众投票。投票得分前3名获得晋级总决赛的资格，得分后3名即被淘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的队长赛就要开始了。那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第1位队长，就是我们观众投的队的孙刘登场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诈骗短信越来越多了？我前2天刚收到一条，他问我就是你上次让我给你带的腊肉什么时候来拿？不，底下还跟了2张挂在那儿的腊肉的照片。我说你这个杀猪盘是真的杀猪啊？我是旧金山来的啊，我们那边治安最近不太好，连我妈都知道了。她跟我视频的时候跟我说：“
哎，儿子，那个你现在出门啊，记得带20块钱啊，可以保命。这句话我真的很耳熟。我10多年前来美国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学长就跟我说过，说最近附近治安不好，你出门带20块钱。10年过去了，朋友们，什么东西都涨价了，除了我的命和 Costco 的烤鸡。4只 Costco 的鸡就能换我1条命。哇，这个挺好玩。但是朋友们，我还是比较叛逆的，我现在出门都带40，我就等着有一天有个人来抢我，然后我给他20，他说：“哎，不够啊。”我说：“哥们儿，识货。”啊，我现在每天下班啊都去 Whole Foods 这种有机食品超市买东西，每天都去那种高级超市买东西，让我感觉 I feel so white， 感觉像个白人，但是我只买打折的。Which makes me feel Asian again 。但是有一天我拿着那个超市里的东西，我在想，哎，我要是不付钱就这么走出去 ，I feel very local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回了趟国，在国内也有讲一些脱口秀啊、开放麦什么的。但是朋友们，最近这2年脱口秀审查真的太严格了。我去讲的时候，他们主理人问我要我的文字稿，我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，和我本人读那篇文字稿的视频。我当时都懵了，我说这是上台还是办贷款啊？我当时都想问他，我说这个第3个视频是穿还是不穿衣服？但是最后他们还是让我上台了，因为我跟他说我们海外华人在国外还是非常爱国的啊。他问我，你们平常怎么爱国啊？我说我们平常在海外啊，仍然坚持啊购买中概股。然后我在国内玩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在外面玩，突然接到我前任的电话通知我说要分手，我当时特别难过，我最后几天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待着啊。但是碰巧。我有一对在加州的朋友，当时也正好在那边玩，然后他们问我要不要晚上一起跟他们出去坐一坐，我说好，然后他们就带我去了当地最有名的 gay bar。哎，不能怪我，他们跟我说好玩，通宵，全是男人，我以为是网吧呢。我声明一下，我还是个直男，那也不是我分手的原因啊。没有，这个是那天我去 gay bar 真的一点都不紧张。真的挺好。你待会儿看最爆的梗是我写的，你猜是哪一个？但说实话，那天我去 gay bar 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啊。第一，我不用担心搭讪女生被拒绝啊。第二，我不用担心那边男生搭讪我，因为那边的男生都是身材特别壮的，他们管自己叫熊，他们完全看不上我这样的。那天晚上不只有一个人路过我们桌的时候问我们，哎。你们今天怎么带了个猴过来呀？这个我说啊，他们居然管瘦的叫猴，朋友们。那个酒吧真的震惊到我了，他门口的门票啊是男生50，女生100。哦，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凭借我自己的身体半价去一个地方。就我上次凭我自己半价去一个地方，还是6岁的时候去动物园。碰巧两边都有熊和猴。朋友们，我说真的，在 gay bar 里面大家都非常的放松啊。如果你想跳舞就上台跳舞，没有人觉得你跳得不好啊。如果你想搭讪别人啊，就直接坐在别人腿上。大家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在占对方便宜。我觉得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，既是猎人，也是猎物啊。你有枪是吧？我也有。肯定是你写的。上去能解释一下笑点吗？能给我们解释一下，录下来。晚上试一试。但其实那天 gay bar 也有女生啊，女生在里面也很放松。我发现了，在 gay bar 里面 ，gay、直女、拉拉都很放松，只有妈的傻逼直男最紧张。因为直男觉得那3个都会喜欢他。
这个。就那天是一个 KTV 酒吧啊，我当时失恋了，在那边哭得很伤心，一边哭一边唱歌啊。当时有个大哥唱到动情的时候搂住了我，但是我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。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人太好了，还会安慰我，然后我把头靠在大哥怀里，第二个反应就是哇，胸大真的有安全感。真的那天其实朋友都很好，他们知道我很伤心，开始安慰我，但是我发现人在安慰人的时候，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他们不认识我对象啊，也不能骂他，就只能不停地夸我。他们对着一个他们完全不喜欢的类型夸了一个晚上，夸得我走出 gay bar 的时候都有点自信了。我说我也没想到啊，我屁股还蛮翘。是不是翘的都能顶起一瓶汽水了呢？说实话，就是大家如果遇到失恋这种情况，真的多去找朋友聊聊天啊。我当时就是我打电话给我很多朋友，我说，哎，有没有空出来我们聊聊感情问题啊？我有一个朋友刚坐下来就跟我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在给别人当小三。我说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我又找了一个朋友，他刚坐下来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在搞那个开放式关系。我说你也先说吧。然后我去找一个单身，然后没有什么情感经历的人啊，他刚坐下来跟我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那个谁离婚带着孩子出柜了。我说你先说，你先说。你说完，我给你分享一个当小三被打的故事。一个精彩的投票也可以，这其实挺好。哎，真的就是问了一圈下来，我发现我居然最幸福。我跟朋友每次聊完1个小时以后，他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，说：“哎，你一开始是要问什么来着？”我说：“那都不重要啊。”最后送给大家就是，如果你有什么伤心的，多去找朋友聊聊；如果是男生的话，可以去趟 gay bar 啊。谢谢大家。好棒，好棒。感谢我们的队长孙刘。好，现在到了我们的投票时间啦。谢谢大家，开场演员不容易，请大家多投一票，谢谢。请大家积极的来投票啊！这个投票非常重要，将会决定我们哪个队长有更多的权利和时间。OK， 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，3、2、1，请锁票，感谢。好，谢谢孙刘的表演。你们两个什么心情？就超棒啊！开场演员，开场演员开得非常好。对，但是你今天确定你穿成这个样子，跟大家说你是直男？我透露点内幕啊，本来我也穿的是一身绿衣服，但是因为跟他撞衫，他逼迫我换了这一件。又玩什么刻板印象？就搞错，还是47让穿的。但大家觉得孙刘穿着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有没有对他觉得这个单身男孩还不错的朋友鼓个掌？鼓掌的都是男生，怎么？我是觉得你们两个表面特别和睦，但默默在互相插刀的感觉。就是加州是确实很多元，就你把加州那个多元的每一个圆都让大家看见了。对，那天带我去 gay bar 的那个帅哥，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哇哦！希望你多给我投一票，谢谢。感谢孙刘。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第2位队长，哪儿都有梗队的 Carl 登场。大家好，孙刘虽然嘴上说自己是直男，但是最近一直在健身，为了获得熊的认可。我今年30了，我好多朋友都生孩子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梦想。我上周跟我妈视频，她跟我说：“儿子啊，你在外面这么多年，碰到什么困难呀，也从来不跟家里说。”然后我就讲了一点，然后她说：“你这样太消极了，不好。”我说 You bitch 。
我跟我妈讲话，她永远有一个预设的正确答案。比如说我们视频，我在吃苹果，她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吃西瓜呀？我们今天刚买了瓜。”注意，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联。然后我吃西瓜，她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吃芒果呀？”我吃芒果，她说：“你吃点草莓呀。”我有一回每样买了一袋儿，我说：“来，你说吃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们今天买了山竹。”我说：“擦。”费城产山竹。啊，费城产山竹。还是我发不是天才少傻逼。我都出国12年了，还在家庭群里发什么中国留学生创业卖烤串，1年赚20万，说看看对你有没有启发。我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太有启发了，明天我就去尝尝。真的还给我发谷爱凌，天才少女，我们俩都没有可比性。谷爱凌那是教育的顶点呀。谷爱凌除了滑雪，还热爱篮球、足球、射箭、骑马、攀岩、爬树、冲浪、唱歌、跳芭蕾、弹钢琴、写小说。柯南的爸爸在夏威夷都没有教过他这么多件事儿。这老二次元了。他除了是一个职业运动员以外，还考上了斯坦福，还是一个兼职模特，1年代言费是2亿人民币。然后他成功的秘诀是1天睡10个小时。What the fuck？ 我这鼓掌了居然。是因为这个英语吗？谷爱凌的妈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：“啊，教育啊，我就让他自己玩啊，感兴趣就做，我也不强求。”哦，这逼装的。这可能好大呀！先偷兔子吗？先偷兔子。今天什么场合？就是说大实话就大实话就行。3岁要上来开场。谷爱凌3岁，她姥姥就教她3位数的乘除法了。3岁。你要采访他姥姥，他姥姥估计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孩子自己要学的。”我刚教他1+1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姥姥，加法太慢了，有没有种东西叫乘法呢？”真的是，真的是，不行了，真的是。啊，我已经准备好开场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就是让谷爱凌的妈妈来培养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是。如果让他来培养我们高中那些男生，他们应该都能进 NBA。他们真的太爱篮球了，永远在空气投篮。下课了，上完厕所，走到路上碰到你，他要过你一下。好帅啊！好帅哦 ！Steven 给他来一来，感冒他 ，Steven 给他一下。只有篮球能让人如此痴狂。你见过哪个踢足球的走在大街上碰到你突然？没有。你见过哪个打乒乓球的走在大街上突然？没有。只有篮球，而且打篮球的男生很有担当，他们在球场上犯了错会第一时间说我的，对吧？这样人很好，出轨被抓了也不会逃避。说这个女的是谁？我的。归了。走步。我当年高考考了300多分，所以后来就出国了。感谢我的母亲啊。我当时大学来这边读的嘛，然后我大学里面是第一次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我喜欢她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每天最浪漫的幻想就是为她去死，就是像电影里一样替她挡子弹。我想在美国的校园里嘛，还是有几率发生的。我就想替他挡挡，然后他会把我抱在怀里说：“啊，你这个傻瓜！”哎呀！然后我就面带微笑的死去。但是我不会追女生嘛，我就开始学怎么样去把跟女生说，然后我就碰到了炮学，就是 pick up artist。不是你们知道那个 PUA 哈，是正经 PUA。还有正经的。那里面第一课是搭讪，就书上例句是这样的：说你好美女，我刚才在那边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你，觉得你很特别，想认识一下。我现在很紧张，但我要是不过来的话呢，会很后悔的。采访一下，这个女生，我这么讲话，你会加我微信吗？不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看，还是要争取啊！再争取一次。昨天我这么演63分。
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搭讪确实是很难。那我上一次也是，有个女观众说不会，旁边一个大哥说：“我加你啊，聊聊呗。”我第一次搭讪的时候更惨，我看到一个女生戴了一个很大的红色的耳机，我就想，哎，可以问一下在哪儿买的什么的。结果我憋了5分钟，上去就说了一句：“你这个耳机我朋友也有一个。”然后他白了我一眼就走了。但我还是坚持不懈的学习哈，就是学了很多理论啊技巧之后，我和那个女生就终于变成了普通朋友。然后后来呢，听说她跟一个 ABC 在一起了，也挺好。我觉得中国女生就应该找 ABC 嘛，对吧？首先有绿卡，其次你还可以继承一份家族企业，要么中餐馆，要么洗衣店。而且 ABC 你没有文化隔阂和差异，你只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。你带着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明智慧，来点化这个被西方蛮夷洗脑了的猴子。我们今天有 ABC 吗？鼓掌，我看一下。有。又要搞，还没被网暴够。我特别喜欢调戏 ABC， 因为我小时候走在街上，你知道吧？看到外国人，我妈都会说去练英文，练口语。我就说啊，我英语不好。我现在碰到 ABC， 我说来，咱们练练中文。然后 ABC 就说啊 ，My Chinese is not good。我还有那种朋友是2个中国人在这边生孩子嘛，然后我有一次去他们家玩，发现那个小朋友在学新东方的中文网课。哇，这也太会赚钱了！他爸妈就是新东方送出来的，生动地诠释了一个词，叫做 customer lifetime value。这个牛逼，这套很搞笑。他职场这套绝对就稳了。他 role play 的最好的就是这个。但教学能力我还是相信新东方的，毕竟他们可以用词根词缀记忆法教中文嘛，对吧？我们假设大家今天就是一群 ABC， 来上新东方的中文词汇课。好，我们把书打开看第一个词，放弃 abandon。过去时态是放弃了，将来时态是放弃吧。同学们除了背单词，还要多读中文原著啊！老师推荐大家读余华的《活着》，因为这个作者词汇量跟你们也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看一道今年的真题。说小明是一个陕西人，在意大利旅游，吃不惯当地食物，感叹到啊，真想念家乡的油泼空格。A 意大利面 ，B 拉面 ，C 扯面 ，D 抻面。能不能选意大利？不能，这是干什么？迷惑你的。有同学看到题里出现意大利就急着选意大利，就被骗了。那能不能选拉面？不能，拉面一般是来自。谁说的日本兰州？吓到黑坑。记住，考场上只有核废水是来自日本的。核废水要火了。好，知识点：兰州拉面在兰州本地叫什么？哎，谁背单词了？老师一眼就看得出来。这一套太猛了。好，再讲一个固定搭配，说小明是陕西人，他在意大利也是陕西人，在美国也是陕西人，但在上海他是外地人。所有人到了上海都会变成外地人，只有上海人是不变的。上海人到了美国也是上海人，但他会把美国人变成外地人。这个太大了。好，我们看最后2个选项，扯面和抻面，难度上来了。这题你要是英文思维就完蛋啊！英文里面扯和抻都是 stretch。你要背过我们的词组就知道该选什么。扯面对不对？谁说的抻面？回去背单词。我们说扯字作为前缀还有什么词？扯皮、扯蛋，对。扯面后缀都是什么？食物。好，今天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感谢我们卡尔队长的精彩演出，下面又到了我们的投票环节。
OK， 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，3、2、1，请锁票，谢谢大家。没想到我们可以点评你吧？你也有今天，好讨厌的你有感觉。今天，不错，今天表现不错，而且一看出来就是新东方上过了不少次才考出国的。上了好几个班了，看出来是个渣男，怎么看出来的呢？套路太多了，套路太多了。一套加一套。我倒是敬他是个汉子，他看着女生旁边坐着个男生，他都敢直接要号码，你真的是勇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一对吗？不是，看。哎呦，我觉得刚才他说了好几个地方，我都还蛮有感触，尤其是那个 pick up artist。你干嘛？你有经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经视角验了，我没有经验，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啊，就让大家有自己人生成长都会有那个 moment， 都会去讨论说，哎，你们女生，我问你什么问题，你们最容易跟我去留电话号码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最后我都会告诉他们啊，就说你怎么 pick up 其实不重要，到最后还是展现你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啊。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很好啊，你就一直在展现你最棒的部分。虽然他没有一开始有愿意给你留电话号码，但是你用你的真诚还是打动了观众。那这个句式问您会留电话吗？哇哦！好，我老公没有在看，对吧？多交个朋友也没有什么不好吗？是的。好，那就是 OK 了。哎，朋友们，知识就是力量。但不保证我留的是真的号码哦。你看搭讪还是要靠脸皮厚，他今天已经被拒绝过好几次了，硬是要问。哇！那感谢我们的卡尔队长，请回到座位休息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第3位队长，他就是47都队的47登场。朋友们好，我就是 Carl 那个有孩子的朋友。不过我有梦想，而且梦想成真了。哇哦！我是今天最后队长，可以大家说点尺度大的东西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我就说点其他2个队长没有的东西。女儿。我女儿属狗。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自己是多大知道自己属什么的吗？不会，还不知道吧？我知道肯定不会是4岁啊，因为我是在我女儿4岁生日那天跟她说：“宝宝，你属狗。”她大哭大闹，难以接受，非要属独角兽。哇，斗鸡只能跟她说狗的优点啊，忠诚啊，勇敢啊，爱妈妈呀。她后来终于接受了，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，就是4岁的小孩觉得属狗等于是狗。他觉得自己是一条好高级的狗，因为他穿衣服，还有鞋子。他再也不想进 playground， 一心只想进 dog playground。我怎么可能让他进？他万一跟别的狗咬起来，狗还得打疫苗。所以每次快要路过 dog playground 的时候，我就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子。但是时间久了，那对他形成了个信号，就是当狗的时间到了。他就算进不去，隔着栅栏也要跟别的狗交流。一直到所有狗开始吵群架。Mommy, let's go home。其他狗的主人看到就这种。我心想，看什么看？我牵绳了呀。不过他现在不做这件事情了，他今年6岁，成熟了，相当于人类的42岁。我前2天去学校接他放学，就趁下他和另外一个小男生坐在那儿，他问我能不能等那个男生的妈妈来接他。我想，哦，他怕他孤单，我说没问题呀。过那一会儿，那男孩妈来了，他唱去 I want a play date， 没有 Hi， 没有 My name's Scarlett， 连 Please 都没有 I want a play date。 说完之后，看着那男孩，眼神里写着 I got you。 男孩懵了，心想，哦，我以为你只是关心我。6岁的男孩幼稚。他妈也懵了，说 OK I guess I'm gonna exchange my phone number with your mom。 我也懵了，我女儿这么牛逼啊！
我都想带他去找许光汉。我说叫爸爸，爸爸。可以，快来了，对。许光汉说：“不，干你娘哦！”我说 ：“OK 啊。”而且你会骂人，我女儿是真的很喜欢 play date， 她让我帮她多约一些，所以我加入了 LIC 遛狗群。群主让我把名字改成狗名、年龄、品种。我写乐乐，6岁，中华田园犬。这上个月不是过中秋节嘛？他回来之后问我认不认识嫦娥，因为他觉得中国人都互相认识。我说哦，那你也是中国人呢？他说 I'm American, I was born here, remember？ 哦，这是没有白人的命，还得了白人的病。我想，那我跟你玩一玩。我说乐乐，其实妈妈就是嫦娥。好巧不巧，我以前养过兔子，我给他看我养兔子照片，我说你看这是谁 ？Me？ 我说哦妈的傻子，这是玉兔。If you are 嫦娥 ，What about me？ 女儿。好，笑点解析。好。Then what about 后羿 ？You know, Daddy? But 嫦娥 left 后羿 I know. 一个已婚女性离开老公成仙了。她老公就是吴刚。长生不老，财富自由，住大 house， 养小兔子。每天还可以看着一个叫吴刚的男子赤裸上半身在那砍树。强，反应还挺好的，这个起来炸了，哎呦，屏幕都炸了。就要放在美剧里面，就相当于一个叫 Gabrielle 的贵妇，在泳池边戴着墨镜喝小酒，看着一个叫 Julio 的园丁绷着一身腱子肉在那除草，还有口气，大汗淋漓，嘶哈嘶哈。谁不想当嫦娥？诗人李商隐还在那瞎琢磨啊，什么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嫦娥怎么会后悔？她只会后悔没有早点偷。我懂，因为我结婚13年了，等于我也单身很久了。我谈恋爱那会儿啊，就是腾讯还没有推出微信 ，Tinder 还没有面世，啊，在美国同性恋还不能结婚。一想到这里我就有点痛心。Tinder 还没有问世，我就是看到我的手，我说你都没有左滑右滑过，怎么得的腱鞘炎呢？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时冲动，是领了证之后才跟父母说哦结婚了。我妈好生气啊，打国际长途来骂我，因为腾讯还没有推出微信。结婚的时候有个朋友喝高了，就一把话筒主持人那抢过来说 We let the bride make a speech， 然后把话筒递给我。当时就像现在这样，大家都看着我，等着听笑话。我是说I didn't know that a bride needs to make a speech. I will do a better job next time. 在场的都笑了，包括我爸妈。他们虽然英文不好，但是听到了 better job， 以为我想换工作，还夸我有上进心。现在想想，那是我第一场开放麦啊，真的是无知者无畏。我他妈还想结第2次婚。我真的没有想到结婚这么久。我结婚10周年那一天，突然意识到，哇！然后跟我老公说，哎，我们俩结婚10年了。他做了一个这个表情，这是男人无声的我操。他也没有想到，我上次在台上说这个的时候，结束有个女观众来找我说：“47，你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姑娘，你是一点没有听进去啊。”不过我能懂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婚姻幸福就一条标准，就是时间长，对吧？一生一世，白头到老，海枯石烂。哇，李荣浩有首歌叫做《不将就》，听过没有？听过啊，叫
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这他妈是情歌？真的没有问题吗？轰动你大丈夫ですか？这条歌曲我也干了，64。就真的不需要参考其他参数吗？比如什么夫妻聊天频率啊，老公体脂啊 ，MBTI 呀。有人会说你老公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不喜欢婚姻？那我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单身？我20几岁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不完整，总想去找另一半。但是经过这么多年，我发现，哎，我长出了另一半。现在在你们面前的，是一个独立、完整、强大的人格。上价值了，我们想听那个。其实长出了另一半，这挺好。我长出了另一半，我长出了另一半，我老公也长出了60磅。没有了，我还是很感谢他。我现在之所以能在这说脱口秀，是因为他现在在帮我看女儿，等于说他是我老婆。哎，朋友们还记得小时候有没有跟自己父母说过什么蠢话吗？有没有什么我长大了要当宇航员、科学家、美国总统？我出国前跟我爸妈说妈，以后我要在纽约给你跟我爸一人买一栋楼。我妈说，哎呀，我家小乖乖懂事了。不过美国纽约2栋楼不吉利。这个好。你给妈买一栋就行了。然后这么多年啊过去，我记得我28、29岁的时候特别焦虑。就是因为给我妈的楼没有，只有一个妈楼。这是靠写的吧？30岁那天，然后我记得很清楚，30岁那天我就醒了，但是我不想起床，我觉得人生真的是一点目标都没有达到，我开始胡思乱想，就想这个30而立的立，有没有可能是站立的立？就是你30岁的时候，不需要别人叫。自己就可以起床，然后我就起来了。后来我一想，那40不惑呢？有没有可能是不惑或钱的意思？那我已经完成了呀。过了35岁之后呢，我感到越来越快乐、自由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慢慢不把我当女人看，就把我当个人看。随着我生育能力的下降，我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，再也没有人管我叫姐姐。开始叫我姐，还有人叫我大姐。大什么大？我要是条狗，还不到6岁。不过很好啊，说明大家都很尊重我，没有人想搞我。再过几年，还得反过来担心被我搞。我不想搞他们，但是我想让他们害怕。叫阿姨。阿姨，听说你不想努力了。喜欢这种，好，喜欢这种梗啊！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男生动不动就说：“哎呦，大不了我就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”妈，阿姨是老了，又不是瞎了。而且你不努力，阿姨找你干嘛？当妈吗？妈的傻子！阿姨找你就是要你努力，你不努力，阿姨怎么 happy？ 祝大家所有人都可以越努力越 happy。谢谢大家，我是47。感谢47的表演呢，又到了我们投票的时间，请大家尽快投票，感谢。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，3、2、1，请锁票，感谢。谢谢大家。喜欢。刚才我跟卡尔在说，我说3个我都喜欢，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给谁站台比较好。都选了。对，可惜我没有票，所以你们喜欢一定要给他们多选啊！已经选错了。我还蛮有共鸣，因为我也结婚10年了。结婚这件事啊，我觉得你还稍微嫩了一点。我们结婚的、有娃的，可不是没有梦想，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梦想。所以我觉得在13年当中长出了自己的另一半，我其实有同感。因为你有一个人天天在跟你 battle 以后，你会更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儿。
我觉得不需要有另一半跟你 battle， 也可以长出自己的另一半。对呀。哇，你们俩都太幸福了。我想问，现场有就是结婚超过10年的朋友吗？鼓掌，我看一下。您不知道，这是纽约，他们都没有真爱，他们都是单身的。所以需要我们今天来告诉他们，分享一下，真爱也是有的哦，在纽约，在自己身上。你们知道今天就是这场表演赛结束以后的奖励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的队员在后台多10分钟的创作时间。他拿出这个出来比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认输，你就直接说我认输就可以。那不可能的，等会儿看票数吧。那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卡尔和孙柳再次回到舞台上。OK， 我们3位队长的最终票数到底是多少呢？这好紧张啊！前2天的这几篇稿子其实线下试过了，效果也都是很不错的，讲了自己想讲的，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。观众投的都对，舞台是最公正的，舞台你是没法撒谎的，直面残酷的鲜血，这才是真的猛士。对于我来说，输赢真的没那么重要，你让喜欢你的人喜欢真实的你，比什么都重要。3、2、1。OK， 恭喜我们的 Carl， 真的以0.2分的这个微弱优势啊！还有我们的孙柳85 ，Rachel 79.9，我们3位队长都尽力了，大家再给他们点掌声好不好？队长 Carl 呢，你可以为你的战队争取到更多的创作时间。那其次，你还有一个权利，就是你可以决定哪个队的队员先开始表演。可以开始求我了，你们俩。无所谓，我们队放在哪儿都行。哎呦，放在 Steven 后边，放过我们了吗？我们队3个人最有实力，但是我觉得我希望我们最后一个出场。可以，那就既然你嘴比较甜，那就让你最后一个出场。你看谁最后呢？谁最后啊？对，你们有3个人，我们队只有1个。我队长在这拼了老命在这演。那个垃圾食品最后。垃圾食品最后呀。哎，这人说话不算话，我要开始。主要垃圾食品很强。哎呀，到时候50多分，到时候。那就47，你们队有几个人？2个人。你们怎么都这么多人？1、2、3加在一起6个。那就47先上，然后我们队，然后孙柳。好。想要拿起麦克风说出你的笑话，快点加入你所在城市的中文脱口秀俱乐部。没有俱乐部没问题，欢迎关注 Crazy Love Comedy 拉风喜剧，并咨询线上公开课及读稿会。下一期超放脱口秀等你来见 ，Let's make crazy love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要当美国总统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是一群不能够投票的人，在这边决定要当美国总统。47，那你们战队今天准备让谁先出战？我们有2位队员啊，所以我打算让来自加拿大花生喜剧的宏宇先出战。加油！加油！宏宇加油！加油！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位队员，他就是来自47都队的多伦多百变怪宏宇。我很傻，无所谓，但我压力可能没有 Steven 大吧，他是代表花生喜剧，还是主理人，反正冠军压力都给到他。我能晋级肯定是最好，我会很开心；不能晋级的话，我也没有那么失望。我反正最开始目标6强，降低预期吧。经常跟观众说降低预期，我现在对自己要降低预期。6强已经很棒了啊，就这样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多伦多百变怪宏宇登场。我是宏宇。谢谢大家，我来自多伦多花生喜剧啊，今天代表加拿大竞争美国总统。
我出场的时候，我朋友还在说你这个竞选日本总理吧。日本首相，日本小混混。我觉得首先美国人不会投我票的。你们想想，上一次日本人深度参与美国政治，还是空袭珍珠港。我这个鬼样子，看起来就像刚刚占领夏威夷的日本人。没有人会选我啊！别人口号都是让美国再次伟大，我的口号让珍珠港再次被炸。太惨了，这个真的，这个开场真的无敌。我之前还去试镜了一部电影啊，让我演一个日本人，被导演选中了。本来我还觉得没什么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去试镜的还他妈有2个日本人，我把他们淘汰了。这个真的好笑，这个真事儿。对，这是真事儿。他还给我发了他那个试镜的视频。但很可惜啊，这部电影后来没有上映啊，没有拍。我就不说是哪部电影了，它是一部续集啊。前2部的主演都叫吴京。你们也不要觉得很厉害啊，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日本人，我肯定刚上来就被战狼打死了。但吴京还在问我，你觉得我演了战狼尬不尬？我说八嘎八嘎。八嘎。想不死都不行，因为试镜的时候，导演让我演的是日本敢死队。没有人会选日本敢死队当美国总统，就像没有人会选希特勒当以色列旅游大使。每次讲希特勒，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我女朋友，因为她是1/4的犹太人啊。我之前还问她，我说1/4的犹太人什么意思？当年只有你爷爷从集中营逃出来了吗？有点地狱，不好意思。但其实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大部分时间还是很甜蜜的。我每周都去她家吃饭，有时候还是她爷爷做的饭，我称之为逃饭。他家人其实很不喜欢我，你们应该也看得出来。因为他是加拿大人，他们家人都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是为了加拿大身份啊，虽然是真的，但我当了美国总统，谁还要加拿大身份？那都是在美国留不下人才想要的。Yes sir。听不懂的人过几年就懂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爷爷尤其不喜欢我，因为他有次开车来接我，我怕他看不见我，我还给他招手啊。但是我当时忽略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侧对着他的，在他爷爷看来我是这样的，他爷爷都懵了，法西斯都被消灭，怎么还有个小日本？很奇怪啊。就等我当了美国总统，我第一件事情吞并加拿大。我甚至昨天坐飞机飞过来，美国海关关我小黑屋，他怀疑我是中国间谍，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中国政府资助的奖学金，我本科 GPA 2.7，我帮他改的，炸了。我一定要当总统啊！我要吞并加拿大，我不想过那个鬼海关了啊，太难受了。而且我觉得我当总统肯定是一个很酷的总统，因为我有一个爱好，穿女装啊。一般人听了，你想鼓出来，可以，谢谢。就一般人听了这个爱好，就2种反应啊，一种是死变态，还有一种是勇敢做自己啊。我最近发现还有第3种人啊，勇敢做自己，死变态。当然还是有些观众不太敢笑，可以理解啊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爱好的啊。我有时候就会把我的女装照发在朋友圈，有些人还会嘲笑我说你女朋友长得真丑。但他还夸我2句，他说：“但是你们挺有夫妻相的。”本人像。但也有真心夸我的哈，说你长得很像一个明星。我说哪个明星啊？他说像杨迪。我第一次女装的时候是高中演话剧《美女与野兽》啊，我演的就是野兽的女仆。啊，10年过去了，美女与野兽谁演的没人记得，大家就记得那个穿女装的变态。哇，这个事儿对我冲击太大了，因为我高中时候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那个时候我长得丑，成绩不好，甚至杨迪都还没有火，我连个明星脸都没有。但是女装之后，所有人的焦点都在我那儿啊，只有一个负面影响，
就是大家都在说我是同性恋，啊，我当时真的很蠢，不懂事，年少无知，我心想完了，那以后不是每天都有基佬来骚扰我？但我后来才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 gay 啊，也不觉得杨迪长得帅。哇，这个掌声，好羡慕。我 QQ 空间的时候，大家都前几年我才解释清楚，我同学会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直男啊，因此给我取了一个特别过分的外号，叫做贾玲儿。贾玲儿，零假的零，非只有因为零和一。总得有个烂梗吧。我大学的时候也因为穿女装给我造成一些烦恼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学校有变态偷内衣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姐妹们，你们觉得我像这种人吗？像。当时也这么觉得了，我真的是特别难受啊，特别难受。就本来我内衣被偷就已经很难受了，我还要被他们冤枉。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我就怕哪个女生给我买了同款内衣，到时候她的被偷了，我的没有，你让我怎么跟警察解释？而且女生内衣被偷可以报警，我报警那警察让你死变态自首来了，我到时候自证清白啊，我就把警察叫来我的房间，一看拉开衣柜3件内衣，那警察想的肯定不是，这个小伙子他好可怜，他原来有4件，现在被偷了1件，他想的肯定是哇，这个死变态偷了3件。太炸了！我要是当了美国总统，我一定要取缔这个节目组，因为我本来准备的题目是吐槽节目组，结果抽到竞选总统，不是谁要竞选美国总统啊，我连加拿大身份都搞不到，所以我决定今天还是讲我提前写好了稿子。上周比赛，我们淘汰了4个演员，我们的队长47哭了，他说：“我们的演员不远万里飞来纽约，吃的也不好。”过了1分钟，感谢小笼包的赞助。赞助商都傻了，我请你吃了3天饭，你说我不好吃？哎呀，太好笑了。当然吐槽归吐槽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段掐掉啊节目，我重新说一遍，大家配合我一下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虽然也不是十全十美，但伙食是真的好。谢谢。但吐槽归吐槽，我还是想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办这样的节目，要多包容。北美第1档中文脱口秀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伟大，能让我们吐槽这个节目组就更加伟大。所以在此我还是想感谢拉风喜剧，是你们让大家看到了北美中文脱口秀线上综艺确实搞不下去。马上就是美国大选了，我希望大家投我一票。虽然我不一定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但是我相信有咱们拉风喜剧，有花生喜剧，有北美这么多热爱喜剧的演员和观众，我们可以 make comedy great again。OK， 感谢我们的第1位演员红宇。接下来是投票的时间了，请大家积极投票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OK， 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，3、2、1，请锁票，感谢。我先说，对，我想问你们俩发生了什么？至少能说明点什么？就我们这个节目很真实。是真的，就是我们太 real 了，这个是国内的 rapper 都没有我们这么 real。我要补充一点，这个有朋友可能看到我们小红书发的，因为我们不可以在后台吃东西，然后就我们的演员每个人捧着一个盒饭，就坐在楼梯上吃。对。然后我当时看了，其实心里很心疼，尤其是上周
我们淘汰4位演员之后，我在想，我们拍这个节目他们来是没有1分钱报酬的，因为我们没钱。吃的我感觉就可能别人在家可以吃到新鲜做的饭菜，至少有桌子，至少有板凳可以坐，但在这里只能在台阶上吃盒饭。我说的吃的不好是那个意思。对，我也想声明一下，思琪确实是真情实感，然后也是真的好吃。谢谢。不过宏宇今天表现真的非常好。哎，宏宇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标题的？就是我要当总统。没有算2个小时。哦。但也是跟之前有一些大家可能看得出来，女装之前讲过，但是我要想怎么把它自然的拼接起来。穿上女装来就更好了。我们看吧，如果宏宇这场要是能晋级的话，我们下场让穿女装好不好？哇。可以。要不要投票通道再开启一下？那就没人想看了，好吗？刚刚真的很真实，就是竞选美国总统，就是竞选人在台上胡言乱语，底下还有人想上去干他。哎，耳朵呢？哎，宏宇你多大呀？因为宏宇我看着像80后。我26岁。不是，因为他还是就是年轻嘛，所以说他的段子里面有一些很就是有点愣头青的那种东西。很好。对，就是非常好。也不怕得罪节目组，对不对？明年他也不想来了，看样子。谁都不怕得罪。对，他今天给他吃这个标题的时候，他就整个人崩溃了。他就是真的不可以说另外一个主题吗？我写了这么多吐槽节目组的，我说我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。主要是47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宣布宏宇的票数了。当场宣布啊！我天。牛逼啊！看来我们会看到他穿女装的。看到他穿女装了，明天一定要来哦，姐妹们。OK， 感谢宏宇，也请宏宇先稍事休息。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第2位演员，他就是4期都对的硅谷猛男上阳王。其实我每篇稿都是在表达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我第1篇稿表达了其实就是刻板印象，然后第2篇稿我想说的是多样化，然后第3篇稿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得到父母的祝福，得到这个社会的祝福。然后今天这篇稿其实想表达就是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我非常想讲的东西。那接下来就请我们4期都对的硅谷猛男上阳王。大家好，我叫上阳王啊。这个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一个 gay。接在宏宇下面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杨迪是我真不可以。就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 gay 的总统，因为我觉得我更理解大家。比如说我理解直男，因为我演过几10年啊。就为了演直男，我什么都做了，打球、打架，我还看过 AV 啊。这到大学的时候啊，我那帮室友、那帮哥们儿，一到深夜就喜欢聊深夜的话题。你最喜欢的女优是谁？到了我说我没看过，他们异口同声你放屁，你肯定看过那个。我好委屈啊，我确实看过那个，但我的那个里一个女优都没有啊。怎么办？不会就得学啊。就我一个 gay 啊，我还要上网找 A 片下，放的那个文件夹就叫做学习资料。我还要按照厂牌、演员分类分好，搞到最后整个楼层的男生都到我这儿来拷片，说我这儿最全。他们拷的时候啊，看到我那个叫学习资料，他们笑了，我也笑了，他们肯定想不到，我他妈是真学习呀。哎，你们会好奇吧？就像我这样的 gay， 我看 A 片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坦诚来讲，就是我也会起生理反应的，我会恶心啊。
里面的男的长得也太奇怪了吧？就什么奇形怪状都有，什么有特别胖的，有秃半边的，还有一个长得像周杰伦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女优都长得这么好看，男优就这么写实啊！看多了之后啊，我发觉我就理解我那些哥们儿了，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自信，就是看着这些男人，我都自信起来了。姐妹们，我也觉得我很了解你们，因为真的有些男的太自信了。我最讨厌脱口秀看到有些男演员去讲他被 gay 倒贴的故事。就感觉好像他们随随便便去个健身房吃个饭，就会有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gay 死缠烂打爱上他们。关键他们那个颜值吧，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？我就感觉啊，我就像是《聊斋》里那些女妖精，就是平平无奇的那个男主角，在那边赶个考啊，劈个柴啊，我们就得扑上去。在他们的笔下，我们这些妖怪都特别贪图他们一样东西，阳气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论阳气，我们 gay 不是应该最多的吗？我不光有我的阳气，我还有我男朋友的呀。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，真的是有很多性感美女，但性感帅哥怎么就这么少呢？我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我就很奇怪，蜘蛛一双毒牙，8只眼睛，8条腿，蜘蛛精，黑丝美女，剧毒蝎子精，火辣美女，骷髅白骨精，骨感美女。我要找一个性感帅哥，牛魔王、金角大王、黑风老妖3选1。最让我气愤的就是，你把他们性别变一变，立马就性感起来了。不信我们试一试，牛魔女、金角女王、黑风女妖，各领风骚啊！我真的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对立，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对方，我们没有体会过对方的感觉。所以说啊，我觉得，如果我是总统，我要立法，比如让每一个直男都当1天 gay。National Gay Day， 时间就定在5月17号，国际不再恐同日。我觉得国际不再恐同日就要改，不再恐同，你都不知道那天你要干什么。But National Gay Day， 我们干的可多了。那一天是怎么开始啊？我们吃一顿传统的 English breakfast， 2 eggs and a sausage。吃完早饭之后，给爸妈打个电话 ，Hey mom, just let you know I'm gay。你特别刺激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爸妈会怎么样的反应。比如说我跟我妈出柜之后啊，她完全不能接受。我说是因为孩子吗？我妈说你可千万不要有孩子，这对孩子不公平。我真的很吃惊，就什么是对孩子不公平？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。我跟我男朋友上床的时候，我也在想。我男朋友非要我叫他爸爸，我说这好像对我不太公平。后来啊，我看了一些育儿的视频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像理解我妈了。就你们看过男人带孩子的视频吗？往天上抛，这还是一个爸爸，我们可以来回抛。我们去公园都不要带球，孩子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妈一定觉得我们家孩子会对自己身份有很多的困惑。老师问他 ，Hey, what's your self-identity? I self-identify as a football。还没完，出完柜之后就到最精彩的环节了，他们需要注册一个 gay 的 dating app 的 profile。注册完之后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满屏而来的男性凝视。
如果你长得真的有点好看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将收获人生第一张来自陌生人的钉钉照。我就收到过，有一次我在那边就喝可乐，在那边刷手机嘛，突然一个没有头像的人给我发了张照片，怎么说呢？他的脸我还没见到，我已经见到他的钉钉了，就看得出来他对他的钉钉很有自信，因为我放大了之后啊，他的钉钉是这样的。我没有踩他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发来一张照片，还是他的钉钉，旁边放了一罐可乐。朋友们，我正在喝可乐，我顿时就感觉我可乐脏了，我不敢回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发过来一条消息，不是照片，是一段文字，但更可怕，看看你的。我犹豫再三，我还是给他发了。我拍我的可乐，下面配文 Cheers。是不是很恶心？是不是很恶心？恭喜你解锁了一个女生的日常。所以我觉得我要竞选美国总统。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对立了，我们应该更多的倾听、感受、相互理解。我的口号就是 United， 谢谢大家。OK， 感谢上阳王，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投票时间。传统艺能，传统艺能，哎，拉票神器，传统活儿。哎呀，最后3秒钟，3、2、1，请锁票，感谢。我老担心你那个挖坏。我洗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特别棒，我超级喜欢上。谢谢。但我感觉今天的直男朋友好像不太敢笑。我觉得很棒，他一个点我很喜欢，就是他说国际不再恐同日。哎，其实真的是你说一个东西，你不要再恐惧它，那你做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call to action。我是真心是非常喜欢这一段，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有点不 united， 就各种观点分裂还蛮严重。我觉得你这个点吧，确实把美国现状也说到了。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的那些分裂，主要只是因为大家没有体验对方。如果我们能有机会体验一下 gay 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公布一下上阳王的票数。感谢我们的上阳王。哎呀，来自我们4期都对的上，我觉得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说这个话题的意义远超过于一个分数。上最后那个提议是可能对某些观众有些 shock 了，不过我得说那个 idea 是我起的。啊，所以你害了我的队员，你背刺我。但我觉得那是一个挺不错的想法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脱口秀就是要讲这种东西，对，它不能是让大家都只开心的那种，本来就是呈现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嘛，他眼里的世界就是这样，正好我愿意看一看。哇哦！接下来呢，就有请我们哪儿都有梗队，靠脱口秀脱单第一人的赵世勇。这肯定目标还是冠军，所以每一次我都必须得拿最好的东西出来。然后今天为了尽量让自己能够进到决赛，所以我会讲一个音乐脱口秀。然后观众投票的时候会，这个东西比较新鲜，然后没见过，可能会更愿意投吧。有请我们靠脱口秀脱单第一人的赵世勇登场。大家好，下午好，我是赵世勇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！前面2个总统，一个女装，一个要当 gay。我这种直男能干什么？那只能上彩艺。我把我们出国一些生活遇到一些困难编成一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来吧。这首歌的名字呢就没有。
我漂洋过海来到世界中心，时代广场人潮拥挤，一眼就知道我刚来这里。妈的，红灯亮着，就我还在原地。虽然我不熟悉，但是路人都很热情。他们和我合影，说要留下回忆。拍完告诉我1张20美金。我回头一看，后面还跟着一群美国队长、蝙蝠侠和米奇，头套一摘都是墨西哥兄弟。我只能说 ，Amigo, Omega me, you are my homie。我第一天上学，我非常积极，决定西方社会，我要努力融进去。来到学校，我整个懵逼，怎么同学都吃着咖喱？同学都吃咖喱，说话都是sorry sorry。我把学校照片发给我家里，我爸问我，你出国不是去了美国吗？怎么现在去了新德里？我说这算什么？还有伊朗、埃及、土耳其。纽约大城市很便利，我坐着地铁，我哪儿都可以去。但是现在我出门很犹豫，我朋友约饭总是在法拉盛，但我为了省钱住在新泽西。约饭太远过不去，上班迟到容易来不及，好不容易出门都没问题，地铁盖线又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但是现在我迟到我也不担心，我老板开车他还堵在林肯隧道里。老板，今天怎么坐地铁呢？老板说，他昨天汽车被砸了玻璃。纽约真是美食圣地，中餐、日餐、韩餐还有米其林，但费用太高，我真付不起。奶茶一杯手要10到7，我喝个奶茶脱贫都喝不起。中餐我吃不起，那西餐那是更不敢去。那个服务员只是给我倒了一杯水，还问我，Is everything okay？ 小费他就干要20%几，我给少了他还要被他嫌弃，他那个表情就是，你该给不给你这个穷逼？你不是想要钱吗？我这里只能给你一些 QQ 币。虽然吐槽这么多，但是我们还是一直生活在这里。所以我还想对这个地方说，美利坚我爱你，我自由平等随心所欲。美利坚我恨你，最随心所欲的就是枪击。但是他们枪法也不怎么地打到耳朵还没搞下去。美利坚我爱你，我拼命工作，想在这里发展下去。美利坚我恨你，我抽了3年还是 OPT， 不如回国走线更容易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来一起来吧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谁来解决这些问题？美国总统我可以，我要怎么解决问题？那中国人我都给你们永居，永居，还有谢谢感谢大家来的每个爱笑的你和你和你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我们的赵世勇，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投票时间，请大家积极投票。给永居啊！给永居啊！给永居啊！这招太牛了！强行拉票，请大家积极索票。
我们最后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，谢谢。特别好，我看是一佳老师我很喜欢对乐得不行了。对啊，因为讲的很真实啊，很多生活，尤其是说到那个小费20%多，我真的也很想吐槽。哎，不过我在想，他一个加拿大人，为什么对美国人的生活这么了解？我昨天问了所有演员关于美国的生活，然后昨天写到了4点多，快5点钟。哇，好棒好棒！感谢大家的包容，感谢大家包容。非常好。哎，确实今天紧张吗？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因为他们两个太棒了，他们俩。我看的时候也挺紧张的，我害怕观众看到这儿已经有点累了。我还有3位队员没有出场呢。感谢感谢，那下面到了我们公布招式用票数的时间了。一定很棒，哇，期待。现场现实创作意外不断，下期更精彩。我说哦，我是广东的，旁边说啊，我也是，我是山东的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每次说我是新疆的，哦，真的吗？就我都不是跟你吹，就在我的座位里头，连他妈莎士比亚都是精神北京人啊！怎么说啊？竞选还是不竞选？This is a question 。反正目前的情况就是你们看到的情况，具体是什么情况要看具体情况，以后是什么情况我们以后再看。毕竟我也只能看到当前的情况，我不可能知道我不知道的情况。所以听到这里，我相信没有人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你下山以后再多游说1人，就有我就有很多的支持者了，就有401K 啊。ADHD 有很多症状啊，跟他不太了解的朋友说一下，就是他比如容易分心啊，你做事没有规划，没有条理，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很穷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宣布今天本场的最后一次票数